中国这回彻底玩砸了，一招婚旗把消费贷额度硬生生从30万飙到50万，还美其名曰救经济，期限拉到7年不算，利率直接砍到 2.5%， 尤其是体制内的牛马们拿到贷款跟抢白菜似的。这哪是政策啊，简直是把银行的钱柜门砸开，喊着来吧老百姓，搬空它，然后把自己埋了。招商银行闪电贷50万额度，活动期间利率低到 2.58%， 听着像天上掉钱，可你敢拿吗？拿了咋还？等着瞧吧，这不是救命稻草，这是勒脖子的大绳。别做梦了，这不是发钱福利，而是送葬礼包。银行愣是被逼成了全民提款机，恨不得把最后一滴血榨干。有网友戏称，这是不是内部潜伏的战士在给咱们送弹药，掏空银行？笑归笑，这昏招一出，中国经济怕是要直接坠入万丈深渊。利率低到尘埃里，本金却得你自己还，拿了这钱真能花得出去？还是等着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，哭都找不到调？别被那些花里胡哨的电影票房数字骗了，哪吒破200亿又怎样？春节过后，你还记得影院上过啥片子吗？消费市场早就凉透了。国家统计局2月份的数据像一记闷棍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 0.7%， 环比下降 0.2%。别小看这几个百分点，去年同期可是涨了 0.7%。这降幅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通缩的阴影已经笼罩全国。更别提统计数字一贯的艺术加工，真实情况只会更惨烈。想知道有多惨？去看看16至24岁青年找工作的情况吧。根据官方数据，2024年这一群体的失业率一度飙升至 20% 以上。2025年初虽有回落，但仍徘徊在 15% 左右，涉及人数超过600万。这还不算那些隐性失业的年轻人，窝在家里啃老或者跑去送外卖的，日子过得比谁都苦。你以为消费贷能救他们？醒醒吧，连工作都没有，拿什么还贷？再看看街头巷尾的景象，去年还有商家拍视频吐槽消费降级，今年直接升级成没人消费了。我刷短视频，10个有8个是店家哭诉生意冷清。上海一家奶茶店老板直言，以前一天卖200杯，现在不到50杯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广东东莞的工厂老板更惨，订单量腰斩，原材料堆满仓库，没人要。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消费链条最底层的个体户和供应商早就冻得瑟瑟发抖了。面对这沓天般的消费危机，咋应对的？正常国家遇到这情况，要么发钱，要么涨工资。可偏偏不走寻常路，在发钱和涨工资之间挑了个最离谱的招，放贷。这操作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嫌利息高，好，给你降到 3% 以下，不够再降到 2.5%， 够意思了吧？怕还不下款？没事儿，后面给你续贷，慢慢还。可问题是，这是在救经济，还是在挖坑埋人？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仅 3.2%， 远低于 GDP 增速，实际购买力还不如5年前。更别提房价暴跌、股市崩盘，普通人兜里那点钱早就缩水的不成样了。现在再推消费贷，不是逼着大家借未来的钱救今天的命吗？以一个普通家庭为例，年收入10万，日常开销占据 80%， 剩下2万存着应急。现在银行塞给你50万贷款， 2.5% 利率，7年还清，每年得还 7.5 万本，金加 1.25 万利息，总共 8.75 万。你拿什么还？靠那点工资？还是指望天上掉钱？更别提那些刚毕业的小年轻，月薪5000都算高的，贷款50万等于把自己卖给银行一辈子。这波消费贷利率低的离谱，
乍一看像是天赐良机，可细想才发现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2.5%的利率听着诱人，但银行也不是慈善机构。过去10年，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差从 3.5% 一路跌到2023年的 1.8%， 2025年初更可能跌破 1.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银行每放一笔贷款，赚的钱越来越少。现在硬着头皮把利率压到 2.5%， 几乎是贴本放贷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，2024年全国新增贷款 18.09 万亿元，比2023年的 22.75 万亿元少了整整 4.66 万亿。这说明啥？企业和居民都不敢借钱了。2025年1月的新增贷款倒是飙到 5.13 万亿元，可那是银行年初抢客户的惯例。2月立刻跌到 1.275 万亿元，3月估计还得更低。贷款需求这么疲软，银行却还要硬推消费贷，这不是自找死路吗？更要命的是，消费贷的风险正在飙升。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，2023年个人不良贷款率已升至 1.8%， 2024年可能突破 2%。 50万额度7年期限的贷款一旦违约，银行得吞下多大的窟窿？别忘了，地方债务已经压得喘不过气。2024年地方债余额高达40万亿元，2025年预计再增3万亿特殊国债。银行要是再被消费贷拖垮，金融系统还能撑多久？消费贷推得这么猛，为啥大家还是不买账？答案藏在消费品价格里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2月 CPI 同比下降 0.7%， 食品价格跌得更狠，猪肉同比跌了 12%， 蔬菜跌了 8%。 这说明啥？东西卖不出去，价格只能一降再降。可对生产者来说，这简直是灾难。拿农民来说，猪肉价格跌到每斤8块，养殖户一头猪亏200块，全国养猪散户一年亏掉上千亿。工厂也好不到哪去，广东一家服装厂老板告诉我，以前一件 T 恤卖30块还有赚头，现在15块都卖不动，仓库里堆了50万件没人要。原材料供应商更惨，钢材价格跌了 20%， 煤炭跌了 15%， 上游企业直接血本无归。终端门店的日子同样凄凉。2线城市一家小饭馆老板拍视频吐苦水，以前一天营业额5000块，好歹能赚点，现在不到2000块，房租1个月15000，员工工资还得照发，撑不到半年就得关张。消费品价格一跌再跌，可房租、人工成本却纹丝不动，链条上每个人都在亏得血本无归。这时候推消费贷，谁敢拿钱去花？不都得攥着保命吗？这波消费贷政策表面上看是救经济，实际上是把中国推向深渊。年轻人失业率高企，中产财富缩水，老百姓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，哪来的信心加杠杆消费？更别提这政策还暗藏玄机，体制内优先放贷，外加续贷宽松，摆明了是让自己人先捞一笔，至于普通人爱借不借，反正还不上就自己扛。内需起不来，消费救不了，这波消费贷不过是饮鸩止渴，短期内可能刺激点数据，可一旦还款高峰到来，违约潮席卷全国，银行倒闭潮、金融危机还远吗？根据摩根士丹利预测，如果消费贷大规模违约，中国 GDP 增速可能在2026年跌至 3% 以下，甚至更低。60万青年失业只是开始，未来几年数百万家庭可能因还不起贷而破产，社会动荡一触即发。这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，还美其名曰提振消费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说到底，这场消费贷狂欢不过是穷途末路的挣扎。不发钱，不涨工资，却逼着老百姓借贷度日，
这算哪门子政策？银行被卷得喘不过气，老百姓被压得直不起腰，整个经济就像一栋摇摇欲坠的大厦，随时可能轰然倒塌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场危机只是个开始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央行还在酝酿更激进的货币宽松，可面对内忧重重，这点小打小闹能就得了命吗？寒冬已至，瑟瑟发抖的不只是街头的小店，还有每个普通人的心。中国经济的好日子，怕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。消费贷这把火烧不暖市场，只会把大家都烧成灰。等着瞧吧，金融崩溃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。